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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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同学们，满分100分啊！大家给这个微软官方年度最丑毛衣打一个分数啊！我这上身效果如何 ？Happy Holidays 啊，假日快乐！这还是假日限定版的，看我们身后，嘿，呼呼呼呼呼。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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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吐槽环节。没错，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长了2周岁。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啊。如果觉得主播在瞎编啊，冤枉厂商了，可以把圆周率后15也打在弹幕上。我们下面开始。好，那照例啊，我们还是看看老朋友欧盟怎么说。欧盟表示呢，这个时间咱们确定了啊，之前是各种各样的意向了，各种各样的协商了，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在2024年的12月28号，所有的手机你必须给我换成 Type-C 的接口。你觉得这对苹果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反正目前来说，我觉得不算是坏事。为什么呢？2024年呢，今夕是何年？现在是2022年。明年是2023年，2024年的12月28号。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苹果呢会在每一年的9月末10月初发布产品，也就是明年的 iPhone 15，后年的 iPhone 16都会在12月28号之前推出。苹果表示还能再苟1年，可以来吧？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明年的 iPhone 15？后年的 iPhone 16啊，你觉得哪一个能换 C 口呢？觉得15能换打15，觉得16能换打16。有同学表示那必须是16了，15的 iPhone 16元吗？可以，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库克也是这么想的。那咱们 iPhone 16的时候再见。好了啊，不能光吐槽啊，咱们也得看看苹果的好消息。本周呢，苹果在全新的系统 iOS 16.2上面啊，正式上线了卡拉 OK 功能。打开 Apple Music 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歌词呢以卡拉 OK 的形式啊跳着在外显示，并且呢在右下角呢，你可以点开麦克风，通过调节，调到头的时候呢，就是只有你自己的人声；那么调到尾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声音和里面演唱者的声音呢，会有一个很好的混音的方式。这个全民 K 歌还有唱吧表示你我他你。好，那目前这项功能呢已经开始全量推送了啊，只要是最新的16.2系统都有啊。但是你可别高兴太早，正在看节目的 iOS 用户啊，你可别着急鼓掌啊！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像是 iPhone SE 啦还有 iPad Pro 那几个产品了，都是不支持的，只有最新的这系列的 iOS 设备才支持。没想到吧？卡拉 OK 的功能是非常耗费系统资源的。我2020款的 iPad Pro， 我这个大冤种，来吧，同学们集合一下吧。不过确实啊，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好像大家都没什么机会去唱卡拉 OK。来问大家一下，你上一次唱 K 歌是什么时间？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反正我确实好多年没唱过歌了，想一想还有点可惜。既然苹果推了这功能，咱们下期节目就来个 K 歌吧。全民 K 歌表示，2020款 iPad 的大冤种们，你们还得靠我呀！华为本周推出了华为的 Watch Buds， 这是一款2合1的产品。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我是手表，并不是。好，那这款手表呢，一经推出就引起热议啊！创新设计，秒取秒放不分左右，很重要啊！要不然你每次往里边放，你还得仔细看看我这是吧？价格方面，2988元啊，本周上线，已经可以购买了。来吧，同学们，对于这款设计满分100分，你打几分呢？这款华为的神奇的2合1腕表，看一下同学的弹幕。说实话啊，当一个设备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确实会让人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平常我们可能叫手表或者叫耳机啊，2字解决了。那你这个耳机手表2合1，你这也太长了，你这7个字这么个名字，你说我跟别人介绍，我得介绍7个字，这来吧，同学们，看看怎么能给它起一个新名字吧。大家觉得这个设备起一个什么名字比较好啊？手表、耳机2个设备，咱们各取一个字，手机。那么我们给华为提出一个正式的官方建议啊，咱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干脆就叫手机，好不好啊？华为表示，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我怎么没想到呢？根据官方的消息，华为与 OPPO 签订了全球专利交叉许可。
这是来自于华为的官方网站的消息。那么这份交叉专利呢，获得官方的高度的认可，双方的高管呢都表示这将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好，那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这是一个个例呢，还是以后在科技圈会经常出现这种事儿呢？觉得是个例打个1觉得以后会经常出现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前因后果的。如果我们翻一下过去1、2年的新闻，你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去年的7月份诺基亚向多家厂商发起诉讼战特别是向 OPPO 索取 5G 的许可费用OPPO 表示，诺基亚你要的钱太不合理了所以为什么会有刚才的这份协议显而易见。那诺基亚它到底要多少钱呢？诺基亚表示，如果 OPPO 想要继续使用 5G 专利，需要在你的每一部 5G 手机里面向诺基亚支付3欧元。我先问大家，你觉得这3欧元是高是低觉得高打个1觉得低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合不合理咱得看 OPPO 它到底体量如何。那我们来瞧一下 OPPO 在2021年的全年销量1.45亿台。那假设一台给3欧元，1.45亿乘以3咱们再换算成欧元和人民币，再乘以7.5，也就是说呢 ，OPPO 每一年要给诺基亚33亿元人民币。我觉得你是 OPPO， 恐怕你的心脏也受不了是吧？这个反正 OPPO 和华为的这次交叉专利合作应该对于后续咱们国内厂商出海呢，肯定还是有好处的。看完了华为和 OPPO， 终于迎来了小米。我再确认一下这个图不是泄露的吧？是小米自己贴出来的是吧？来看一下这是小米13 Pro， 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曲面屏，绿色的背板，官方给出的名称叫做旷野绿，而且呢这个背板的质感很出色。那么它的材料呢是纳米科技皮和流光陶瓷2种材质。来吧同学们外观部分大家打一个分数，满分100，你给小米13 Pro 的这个外观打几分呢？好，那除了小米13 Pro 呢，还有小米13本体，特别是一个全新的配色，大家看的这个蓝色。我看了一下官方给出的名称呢，好像是叫做远山蓝。来，同学们满分100，你觉得远山蓝这个名字，你可以打几分呢？远山蓝，为什么让我突然想起了隔壁有一个产品的名字，好像是叫做远峰蓝呢？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远峰蓝好听还是远山蓝好听？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有同学说表示都不好听是吗？那你给它起一个名字吧。来看一下同学弹幕如果你给这个蓝色起名字，你起叫什么名字？斗鱼的云淡同学表示应该叫冷风蓝，你是懂是吧？你是懂小魔方同学说叫五彩斑斓这可以这可以晴天表示应该叫天之蓝，那你这开车不能使这电话。B 站的井盖表示应该叫很蓝的啦，这怎么还带口音的呢？改名同学说叫嘎嘎蓝，咱不带方言的行吧？咱正式一点还有同学表示叫甘蓝，我给你们起一个4个字了，叫青出于蓝，青出于远峰蓝，怎么样？行吧刚才咱们这些都不是开玩笑小米的高管们，小米的营销人员看到我们的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个蓝色，就你往心里去，这都是我们消费者诚心诚意的建议你这个蓝色是吧？你考虑考虑。咱们既然已经给小米13和小米13 Pro 都打了分数了也给这个颜色呢都起了新的名字了，那接下来就是关键事了，咱们一起给小米13系列的价格起售价标一个价格，你觉得它定价多少钱起合适呢？咱们的节目里不能在这凭空在这瞎说，一定要给大家切实的参考。咱们直接来看一下小米历代数字系列的起售价。我们可以看到，从小米1代到小米5代，起售价全都是1999元。然后从小米6到小米10一路上涨，一年一个台阶。从小米6、8、9这3代还比较收着每一代呢就涨个几百块钱。等到9和10代之间，咔嚓，直接就涨了1000块。一直坚持到小米11，然后到小米12的时候呢，又往回缩了一点，是吧？来吧，同学们，你觉得小米13起售价多少钱？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好，请雷总呢仔细看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弹幕，这个价格呢你往心里去，你参考参考，没准按照这个价格，是吧？那么知名爆料博主呢表示目前骁龙8Gen 2的机型里面配置多种多样，有一些主打性价比的骁龙8 Gen 2的机型呢，甚至可以干到3000元左右。这实话实说过去1周里面咱们看到有多台机器呢已经发布了，而且呢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参数配置那里你可以看到是骁龙8 Gen 2的。
而且接下来呢，在整个12月份呢，应该还会有几家厂商呢去集中的来发布骁龙8 Gen 2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价格上面呢，可能也还真的是颇有竞争力。那这里呢，咱们要说一下啊，年终岁尾，咱们目前买的机型呢，如果是应对明年的产品啊，肯定是处理器越新越好。那目前来说的话，肯定是希望买骁龙8 Gen 2的机型比较好，是吧？所以目前12月份重点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这些已经上市的、已经发布的骁龙8 Gen 2机型。而且呢，后边啊还有从多个渠道曝光，目前的魅族20疑似已经现身跑分网站，也会采用骁龙8 Gen 2。有同学说，你怎么知道是魅族20呢？是吧？它不是应该是19吗？那我们要看一下跑分软件里面曝光出来的参数。首先，内部代号呢是 M391Q 和 M381Q， 那么它的具体型号呢，这边参数是魅族20和魅族20 Pro。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因为魅族啊，它是2003年成立的。距今正好20年，是吧？你看我这数学，所以在明年发布啊，就是说1月份发布，是不是就应该是20周年魅族20？而且呢，魅族目前啊也宣布了将会采用骁龙8第2代啊。当然，这个你别忘了啊，星际时代。另外跑分也不错啊，目前来说的话，Geekbench 5的跑分啊，在此啊也都是一线旗舰的水准。好，那么看完了配置，大家当然就关心它的设计如何了。在前一段时间的话呢，魅族官方啊也和很多的玩家定制了一个主理人计划，邀请呢玩家们一起来设计下一代的魅族机型。不过当时的名字还是叫魅族19，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玩家们设计的魅族新一代旗舰机型。这是魅族官方举办的主理人计划啊。第一个，魅族5摄加环形加至背部的小窗。下一个，魅族4摄环形补光灯再加 Pro， 致敬经典了，属于是。下一个，魅族3摄，注意看前方有一排摄像头，这咋想的呢？下一个，魅族海摄啊，横向4摄像头再加上横向的可以啊，来吧，同学们打个分数吧，从左到右，1、2、3、4，这4个哪个最符合你对于魅族220设计的想象？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认识这个图标的同学打个1，不认识完全不了解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没错啊，这个它是个吉祥物啊，它是个吉祥物，它是想当年微软 Office 里面的一个桌面宠物夹。当年 Office 这也是几十年前的了啊。当年呢，当你打字的时候啊，你不会了的时候，这个旁边就会蹦出来这个区别字啊，给你打一堆字啊，气你说你这不会了，它应该这么打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呢，有几代 Office 都是以它作为卡通形象的啊，当然再后来的话就消失了。那如今微软官方表示啊，我们将会把这个区别字啊重新带回到Windows 11系统当中来，在我们的聊天软件里面啊，你就可以使用我们这样一个可爱的图标了。甚至呢，我们还把它准备引入到手机界面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在 Edge 浏览器还有这个微软的软件里面和可爱的我们的区别字聊天。好，大家一定好奇它叫什么名字是吧？来看啊，官方名称就叫大眼夹。你这名起的，我以为是微博吉祥物呢。你这小点声，小点声。来吧，同学们，满分100分，大家觉得这个大眼夹可以打几分啊？那么这里呢，我就得批评一下微软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市值排名第1的公司，展示你们家宠物用的居然是 iPhone， 你们自己家没手机吗？你拿人家 iPhone 展示，人家让你展示了吗？啊，你没有手机吗？微软啊，你没有是吧？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不算大事儿啊，不算大事儿。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啊，这个微软表示啊，要让大眼夹回归。但是呢，我这里啊，还是想给微软提点不成熟的小建议。现在大家喜欢什么呀？大家不喜欢，是吧？大眼夹不喜欢夹，大家喜欢的是2次元，对吧？你看各个公司的那个看板娘吉祥物，你整一个2次元的形象，然后拿这个区别针当头掐子，对不对？那喜闻乐见吗？你拿2次元当你那个 Office 的吉祥物，你那个 Office 365那还不卖爆吗？这一点也不懂。微软成天老想进军日本，对吧？你就弄个日本的那个纸片人，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觉得主播说的有道理的可以打个6，是吧？我们一般不瞎编。微软官方表示啊，这个大眼夹呀，将会是我们接下来力推的虚拟偶像，而且呢，我们要给大眼夹推出一系列的官方周边。目前呢，微软已经正式对外发售了微软毛衣，这是今年的新版本，这个是个系列啊，被海外观众称为史上最丑毛衣的系列啊。大家我给你看看去年的啊，去年是这样的，这是前年的，反正一年一款啊，这是今年这款。这款毛衣怎么样？有没有喜欢的？还真有喜欢的吗？既然大家喜欢，我们抽一件啊，送给大伙儿。我打个电话啊，问问 ，Hello 啊，衣服 OK 了没有啊？到了，来了。历经千山万水，
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款年度最丑毛衣，来看一看全世界最难看的毛衣实物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官方价格呢是550元啊，限量发售，销售收入呢将会捐给慈善机构。我们呢也第一时间啊搞来了一件，稍后呢咱们就在 B 站动态抽奖送给大伙啊，看看我们可爱的虚拟形象大眼夹，感觉这摸着质量还是真的不错。出品商 Microsoft， 没想到吧，我们微软还做衣服呢，2022款。这样吧，要不然我就先试试，本模特给你们展示一下，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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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同学们，满分100分啊！大家给这个微软官方年度最丑毛衣打一个分数啊！我这上身效果如何 ？Happy Holidays 啊，假日快乐！这还是假日限定版的，看我们身后，呼！好，不开玩笑了啊！这个抽奖送给大伙儿，这个限量版的不是哪儿都能买到的。有同学说多少钱一件啊？它这个是海外发售的，然后约合人民币是550，如果算上邮费呢，大概就是700块钱左右。由语言文字周报举办的2022年10大网络流行语，现在已经选出来了啊！大家看一看啊！我现在反正看这个词儿我容易吐啊，咱一起来瞧一下啊！10大流行语，我给你们念出来，我真的会谢。栓 Q、CPU、冤种、小镇做题家、团长、退、嘴替，一种很新的叉叉啊！服了你个老六！叉叉刺客，来问大家一下啊，这10个年度流行语你用过几个？说实话啊，你自己真实的用过几个？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别假装没用过啊！我不信你没用过，你用过几个？来，不管你喜不喜欢啊，这些网络流行语呢，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数字生活当中啊。比如说之前咱们聊啊，最新一代的《使命召唤》放了大量的网络用语在里边，很多玩家都表示我真的栓 Q 我，行吧，记住这些话吧。反正不知道明年还有多少人会愿意提起这10个词儿。来看游戏圈啊，之前咱们就给大家报道过了啊，今年的年度游戏评选 TGA 2大热门游戏，一个是战神，一个是艾尔登法环。那么今天终于尘埃落定，那年度最佳游戏呢，还是给到了艾尔登法环。其实年初啊，艾尔登法环刚刚上市的时候，人们还对它有点怀疑啊，说这能不能作为年度最佳的竞争者啊？事实上，一整年过去呢，结果很明显，看起来啊，这个受苦这类游戏啊，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没玩够，还是要在虚拟世界里面再体验一下。恭喜啊，你是懂打工人的。来问大家一下，过去1年呢，你在游戏上面花了多少钱？什么游戏都算啊，就是电子游戏都算，什么类型都算，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也期待呢，宫崎英高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出色的作品。过去几周呢，咱们经常报道啊，那么推特被马斯克收购之后呢，整个公司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家都很清闲啊，现在呢都是加班到半夜，还不止呢，还要干通宵呢。马斯克表示呢，我们一定要心疼员工，所以呢，把很多的办公室改造成了卧室，加上了床，方便员工通宵工作。大家对于马斯克这波操作，满分100分，你打几分？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推特员工表示，我栓 Q 哈，我谢谢你哈，公司是我家是吧？我就要住家里，可以啊，可以。还有同学弹幕表示说，阿美丽卡就没有点管事儿的吗？啊，工会呢？这员工都要累死了，你们这些管事儿的人都不管一管吗？这里呢，咱们还是要客观公平的说啊，马斯克这么干，还真的是有人不干了啊，有人要管一管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阿美丽卡这边呢，已经开始有人要调查了。调查的理由是，推特把这个员工的办公室啊改成了卧室，你那个改啊，这违反了我们城市的建筑规范。你压榨员工，那我管不着，但是你改变了用途，这不行，对吧？我这是办公室是给你办公的啊，不是让你当民宿的。当民宿你得再交钱，对不对？你这目前呢，推特办公室疑似违法改建卧室，旧金山市政府呢已经介入调查了。什么叫管理啊？人家这才叫人性化管理呢，对不对？这波操作怎么样？觉得阿美丽卡操作比较溜，你可以打一波溜吗？是吧？对于市政府调查推特违建的问题，马斯克不干了啊！马斯克表示，我让我们的员工趴着休息一会儿，有错吗？有错吗？长得帅还有钱，能怪我吗？还不止呢啊！本周呢，马斯克呢还把自己的小儿子带到了推特总部，而且呢已经给自己的小儿子呢发了一个工牌，这个部门主管就是你了。这可是顶级富二代了啊！这有一说一啊，目前马斯克也是全球首富了。大家觉得马斯克把自己的儿子发了这个马斯克推特的工牌啊，你觉得这个事儿你怎么评价呀？有同学表示童工啊，推特违反美国的劳工法啊，这童工。有同学表示说，这从小就开始加班啊。
还有同学表示，美国房价太贵，孩子只能去公司睡。你是懂房价的啊？还有同学表示，马斯克这是在暗示大家，推特员工应该管我叫爹。你不是，你这有点过分了啊！你这样不好。好，那么关于马斯克这边啊，不光都是坏消息啊，还有好消息。马斯克呢，本周啊已经在实时富豪榜上面呢正式成为全球第一，超过了亚马逊的总裁杰夫·贝佐斯。第4位的咱也很熟啊，比尔·盖茨。刚给咱们送完了毛衣，对吧？立刻他就变成了富豪榜第4位。你就说这毛衣影响多大？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是成为了全球第一的富豪，你干的第一件事是干啥？看一下同学弹幕。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斯克第一件事干的啥。在得知自己成为首富之后，马斯克立马表示要给排名第2的贝佐斯发一个银牌，然后呢再打一个数字2，巨大的数字2的标牌送给贝佐斯，以示鼓励。这啥意思呢？就是恭喜你获得亚军。大家觉得马斯克这波操作怎么样啊？马斯克确实很好玩啊，他们美国这个富豪的圈子也确实是非常小啊。前几个月咱们还刚刚报道了马斯克被外媒传和全球第7大富豪谷歌创始人的媳妇儿啊，不是前妻啊，是吧？现在呢又和排名第2的富豪贝佐斯开撕。当然他俩这个开撕啊其实是旷日持久的啊。为啥呢？因为马斯克和贝佐斯他俩都去搞火箭嘛，而马斯克这边呢又接了美国 NASA 的大单，贝佐斯呢就成天去告马斯克他们那边那个不行啊，他俩就成天打官司。所以呢这哥俩就是你不服我啊，我也不服你。问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未来这段时间啊，到底是贝佐斯更厉害呢，还是马斯克更厉害呢？支持贝佐斯打个1啊，支持马斯克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咱们刚才说了啊，目前来说呢，马斯克的财富值已经超过贝佐斯，成为全球第1了。而且呢，马斯克最近是动作频频啊，看起来他是占了上风。哪些动作啊？包括收购推特，而且进入推特之后呢，直接裁员75%。一看外界反应太大、太激烈，那就先裁50%，再裁掉50%的50%。我只裁了50%啊，并没有裁75%。后来外边一看啊，这加一块还是裁了75%啊，裁了大概7000人。看起来这个马斯克确实是很厉害。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贝佐斯那也不是闹着玩的啊。别看前面的首富冠军被你挪走了，裁员我可不弱。亚马逊表示啊，我们近期呢将会裁员2万人，对吧？你不才7000吗？我裁2万，看谁厉害。那么多家媒体报道呢，不光是要裁2万啊。在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面，亚马逊呢或将裁员10万人。推特算啥呀？你才裁了7000人，我们亚马逊人多，我能裁10万，谁能有我狠呢？这就是啥？神仙打架啊，老百姓遭殃。那么近期呢，因为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啊，和多个巨头都关系变得不那么好了。包括呢，马斯克呢表示说，近期我们已经收到了不少的质疑和威胁。如果我们的推特被像谷歌和苹果这样的平台下架了，那么我们将生产自己的智能手机啊。没错啊，传了好几年的特斯拉手机恐怕要来了。马斯克的原话啊是这样的，别人问啊，如果下架了怎么办？马斯克表示，我不希望那样，但是如果没有别的选择，我将会制作替代的手机。来吧，同学们，你们是否看好马斯克生产的特斯拉手机呢？看好打个1，不看好打一个2。目前的外媒已经给出了一些渲染图啊，大概的外观是这样的，还是颜色很多啊，用的标呢也是特斯拉的标。有同学说你他就是瞎编，他不可能造手机。哎，你可别这么想啊！马斯克干的这一桩事儿啊，都是有联系的。你别忘了，他现在有着全球最大的低轨卫星公司星链，这星链目前可是运营起来了啊，这事儿可是做起来了。想象一下啊，未来是不是这个特斯拉的手机可以作为地面的星链接收端呢？在任何地方都有信号呢？你这么一想，是不是它又不是空穴来风？好了，有人说不应该叫特斯拉手机，那应该叫什么？看一下同学弹幕啊。如果说马斯克推出自己的手机，你觉得它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有同学说这个 logo 不如咱们就叫 T1吧。罗老师表示乌 Q 啊，乌 Q 啊，我不做了。还有同学表示叫哥斯拉，这肯定侵权。我告诉你，这个国外这个管这事儿管挺严的啊，这名你不能乱起，咱们必须得起点那种别人绝对想不到的、重复不了的名字。马斯克不姓马吗？咱们就叫马凤。这什么谐音梗？这没准还真有这么一台手机。OK， 就到这里，科技不无聊，主播来吐槽。如果想看到主播每周都在这里疯狂吐槽各大厂商，欢迎关注一下我们，要不然下周你大概率就看不着我们。那我是大雁，这里是科技美学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
别走啊，这个我们还有上电视时间啊，看一看过去一周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啊又说了哪些好玩的事儿。上期吐槽节目啊，咱们跟大家曝光了一些新的设计。有外媒表示呢 ，iPhone 15啊将会从原来的直边锋利的设计改成像当年 iPhone 5C 这种圆润的设计。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猜测啊，这个 iPhone 15啊就不会像 iPhone 14这么硬，而是要圆回去了。弹幕表示15的苹果16元。上周视频里咱们还介绍了啊，那苹果呢可能会在下一代 iPhone 当中呢取消实体按键，改为边框震动马达。那这里呢一共是4个按键，1、2、3、4，所以呢4个按键区域那应该就有4个马达。有同学说，那下一代的 iPhone 应该叫马自达，马达加斯加 ，iPhone 马自达，你这都什么弹幕？这都是。气死我！还有同学讲到了关键的了，主播说的很有趣，为啥粉丝这么少啊？我也奇怪呢，为啥呀？为了提高粉丝量，所以呢，我们决定抽奖，送出微软出品的史上最丑毛衣一件啊，价值700元算邮费啊！欢迎大家来我的动态抽奖。